Hello， 各位朋友们，我是点哥，欢迎回到咖啡人生。前几集我们从一杯咖啡聊到人生，聊到朋友，还聊了怎么把心里的情绪渣渣清干净。那你是不是觉得咖啡真是个说不完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把视线从咖啡杯拉到更源头一点，咖啡豆。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咖啡豆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到变成你手上香喷喷的咖啡粉，它这中间是经历了多少的变身呢？那以前我就跟很多咖啡狂热者一样总是在追求完美的咖啡豆一定要某个产区的，要某个庄园的，要某个批次的，非要这个豆子完美，我觉得人生这杯咖啡才能完美。那结果嘞，就常常为了找那个完美豆搞得自己焦虑的要命，买到了又怕烘不好，烘好了又怕冲不好，就连喝个咖啡都好像在考试一样就完全没有放松到那其实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常常在追求那个完美的版本？比如说一定要考上好学校嘛，找到好工作，赚到很多钱，嫁给白马王子，或者娶到白雪公主。然后呢，你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完美，我们就会开始抱怨，就觉得人生失败了。所以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个咖啡豆的一生呢，它根本就是一场放下跟转化的连续剧譬如说一开始它是个生豆生豆是怎么样？硬邦邦的，没有什么味道。那它得放下自己这个生硬的状态，才能够准备去烘焙。那再来，在烘烤的过程当中，它高温的作用之下，它就吱吱作响颜色开始变深。所以这个过程，它得放下生豆的青涩，接受火的洗礼，才能够散发香气那这就很像我们人生会遇到各种考验跟磨练嘛，对不对？然后呢是研磨，那咖啡磨成粉，就完全失去原来的形状，所以这时候它得放下一个豆子的形体，才能够让风味释放。那最后呢，这个热水一冲这精华流出，它就变成了咖啡渣。所以这个曾经的完美豆，最后就是咖啡的残渣了。但是咖啡渣还可以去种花除臭，所以又有了新的用途所以你看哪有什么完美不变的咖啡豆它的一生都在变都在放下旧的自己，转变成新的样貌所以说各位，这个就很像我们的人生你是不是常常抓紧某个阶段不放比如说小时候想当太空人，想当总统，结果你长大没当成呢，就觉得自己不完美了。然后换了工作，换了伴侣，换了住的地方，你就觉得人生不如预期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像咖啡豆一样学着放手，接受这个变身的过程那你会发现人生没有那么多应该或不应该，应该那样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那我们每个人生阶段就像咖啡豆的每个环节都有它的味道，都有它的功用。所以当你放下对完美状态的执着，你就会发现即使是那些烘焦了的经验也能给你带来特别的启示那一些被磨碎的时刻反而让你释放出内在真正的力量甚至是那一些变成咖啡渣的往事也能够成为你滋养未来成长的养分。所以各位朋友，下一次你在喝咖啡的时候除了品尝它的味道那也想想这杯咖啡豆的变身秀那有3点提醒给大家注意的。第一个，别再想着完美的咖啡豆了，你要学着放下对完美人生的执着。第二点，拥抱变化，就像咖啡豆经历烘焙研磨一样，它每个变化都在成就更丰富的你。第三个，接受转化，就算变成咖啡渣，你也有新的可能跟用途嘛。所以你的人生就是一杯独一无二的特调，
每一个曾经的咖啡豆啊，每一个变化的阶段，都让它更有层次，更有味道。今天的咖啡人生就到这里，希望这些咖啡豆的智慧能让你更轻松地应对人生的各种变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记得哦，人生就像一杯咖啡，每一个变身都让它更迷人。拜拜。